谢谢主席，有请吴成文主委备询。好，有请吴成文主委。对不起。好，主委好哈，我们都是科技人哈。2019年的时候，我去参加 ACM MobiSys 的研讨会的时候，就了解到哈，灾防简讯是有可能也可以被骇客劫持并且伪造发送的哈。我们这边做一个情境啦哈。我们收到了一个简讯，而且是总统级的警报哈，说这个北部沿海地区发生地震，引发了海啸啊，预计请大家赶快疏散了哈。然后呢，英文呢说这个destructive force the caused by typhoon in this area take shelter as soon as possible 哈，而且还连续发了2则哈，看起来煞有其事哈。如果骇客透过政府的平台发出了这个讯息给全国的民众，大家呢赶快移动，结果发现并没有海啸啊，一开始还有点犹豫到底是台风还是海啸哈？主委觉得这样的情况对民众来说算不算一种犯罪？算不算一种诈欺？故意传送错误讯息，而且还透过国科会底下的灾防告警系统来散布，政府该不该将这个骇客绳之以法？应该的，应该嘛哈，真的是不好意思啦哈，我也觉得应该哈。民众散布假讯息可能被查办，但今天如果散布假讯息的是政府呢？政委是不是也觉得应该要？主委啦，同时也是政委，是不是应该比照办理哈？主委还记不记得今年总统大选是哪一天？我直接回答哈，1月13号。选举前4天，1月9号，我们国家发生了一栋很轰动的事哈。主委记得是什么吗？1月9号，我们其实有提示啊。那个飞弹的信息。3点16分，1月9号，国家级飞弹警报。您对这个警报有印象吗？我是从媒体看到，看起来您有没有收到啊？应该有，2300人都有收到。如果您手机没收到，你可能要检查一下哦，应该都要有哦，否则就是你们的系统可能有点问题，或者你主动关掉了。希望您打开啊，因为您的身份现在很重要，好不好？我们希望您可以很安全。好，这个警报呢看起来很像真的，还连发2则，英文写的 missile 哈。当时的陈建仁院长说看错了啊，是卫星，但他一开始说是飞弹哈。我们现场在座有记者呢，就是外国朋友，许多的国人还有外国的单位呢，都收到这个警报的时候都吓坏了，以为真的军事攻击。好在后来国防部在1个小时以后，也就是4点15分开了记者会澄清，但是1个小时民众已经可以从台北逃难搭高铁到台中哈。但是呢，灾防细胞的这个简讯广播的系统，在你们 CBS 的网站上有公告各部会的讯息范本，这些范本有很大的重要性，应该要照范本来，我们才能知道哪些讯息是真的政府发出来，而不是骇客发出来的哈。那本席曾经询问过国科会，说这个讯息我们是不是要查核有没有符合范本呢？哈，你们说灾防中心建立的广播系统只是平台，你们没有权利检核各部会发出的讯息内容，对吗？哈，我们帮你看一下哈，国防部到昨天5月20号为止的 CBS 网站讯息范本，可以看到只有飞弹相关的范本，没有卫星。但是呢，国防部1月9号的警报首先发出了中文卫星的讯息，明显不是讯息范本内容。而且还连发2次哈，后来虽然英文改正为 launch vehicle， 但是呢，现在 launch vehicle 这个词也还没有更新到这个讯息上，飞弹的讯息不够，而且卫星的内容也没有 ，launch vehicle 也没有更新，再次凸显依然不是讯息范本的内容哈。国科会到底有没有要来确认？我先确认啊。国科会的逻辑来说，发出警报的单位是不是应该要负责确认发出警报讯息的内容？讯息的内容是由主责单位负责，我们只是建立平台而已。很好，很好。所以后续的更正是不是也是由发出警报的单位来处理？好 ，CBS 网站上的记录啊，这边呢除了说改正后的讯息外，备注国防部更正。我想请教，这里的国防部更正是谁要求更正？谁要求备注？还是国科会自主发起？还是国防部提出？是国防部。国防部提出嘛？那请国科会简单说明一下，3点16分发出飞弹警报，17分第2则到 CBS 网站上注记国防部更正4点50分，中间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谁联系灾防中心？透过什么方式联络？历史记录在哪里？有没有公文往返的记录？我请，不然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骇客打电话去跟你们说我是国防部，请你们更正啊？好，这个细节我是不是请我们灾防中心主任回答？
委员好哈。从3点16分以后啊，到他更正的4点50分的左右啊，我们有确认，就是说发布的这个要更改的那一位国防部的承办人，还有国防部的窗口啊，两方面都确认。好，有讯息吗？有没有公文？有，我们双方有没有公文？双方有 email 的来往。好，我们未来后续来了解一下哈。但是我们来看事情发生了哈，相关的后续因应的程序有没有明确留下联络的资讯？事后应该要做什么样的程序补正？这个呢，我们都接下来要来关注了哈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再来继续追问哈。1月30号呢，行政院发布了优化灾防警报的系统，然后呢是说什么呢？我们刚刚已经经历了这个很惊险、很紧张哈，因为这个范本对比不起来。结果呢，行政院1月30号发文的是什么呢？可以更加弹性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手动输入讯息，也就是现在这个 moment， 几分钟之后你可能会收到总统级警报说我爱 Hello Kitty 呢，因为这是任何一个单位都可以发出啊。那个国科会也不用检查是吗？照我们刚刚逻辑录下来是这样对吗？政委您可以回答，这个是政委的职责啊。因为是行政院的治安检查我们会做了，那因为内容不是我们主责，所以内容还是必须要由主责单位来修正。好啊，这一点呢，我是不是很理解哈？但未来我们希望可以再多一点互动了哈。0109的事件暴露就是人工手动修改有高度的风险，因为会有错误。但是呢，行政院讨论完的结论却是再扩大弹性。这样合理吗？哈，那我想呢，透过这样的乌龙啊，到底是在发送芒果干呢，还是呢用国家为名呢，在传递讯息给国家安全为名，在传递讯息给2300万大众，而且时机又这么的特别哈。那刚刚我们又看到了，如果是一般人透过这样的讯息来发送这种错假的讯息，会被移送法办？您也同意？但是现在呢，我们民进党政府发出来的讯息呢，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真相。之间很多细节也都没有公开哈，而且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相关的网站上甚至找不到我们本来收到的这一则讯息的资料。你们的平台上面 Atom Feed 竟然只能下载到7天以内的资料哈，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哈。所以我本席善意的建议啦哈，针对 CBS 网站的历史资料查询，这是文字记录，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图像啦、影片啦哈，档案格式都很小啦。所以我建议，第一，请国科会建立灾防告警系统的突发应变处理程序，并且包含突发事件后相关公文的补正程序，而且希望能够溯及既往，针对 CPS 网站上的灾防讯息，希望能够有资料下载的专区。你们的 API 检索竟然只能回溯7天，而不是全部，应该要可以回溯全部，而且应该要演绎未来要上链，这是我们的历史。以上2点能不能有机会在1个月内完成？我们尊重委员的意见，我们检讨修正1个月。谢谢啊，那我想这次还是很感动啦，我们相关的部会呢真的是非常肯认责哈。那第2个部分啦，我想今天是 AI， 你们是 AI 内阁啊，我也一直被说是 AI 阿宅哈，所以我一定要来关心一下哈，这个科技领域关于 AI 的想法，您对半导体 AI 也都非常了解哈。那这个从今年开始，行政院推动的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方案10年计划就要开始哈，预计要挹注3000亿的经费。我再讲一次，3000亿的经费哈，多次询问哦，本席多次询问，没有人能够好好的讲清楚这10年3000亿预算到底怎么来，要怎么用？难道只是一个口号吗？透过晶片与生成式 AI 的结合，大家真的都很期待了哈。我认为如果有好的计划，花更多的钱都可以考虑，但如果没有计划，这些钱我们就应该好好检讨。韩国为例，今年度投入了218亿台币，预期要让各式各样的 AI 功能在南韩成为日常。那台湾呢？我想请教一下主委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优势是什么？主委，您也是科技政委，你觉得我们的愿景是怎么样 ？AI 是一个人类很重要的工具，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，透过 AI 可以协助我们各行各业的发展，这是我们重要的方向。好，那我想您也同意这样的论点的话，我下一个问题就很合理了啊。主委怎么看待 AI 的法治规范了哈？现在全球都在讨论 AI 的法治框架。还有我们的社会发展的框架。吴振中主委、前主委2个多月前呢说，行政院今年年底会推出 AI 基本法草案。您上任以后还是朝着这个方向规划进行吗？这个速度够吗？还是有没有不同的想法？目前朝着原来的规划方向在进行。有没有考虑更快一点？好，这个 AI 发展真的，哎呦，我看到一颗直球来了，我接住了哈，主委，我接住了哈，真的很感谢了哈。
如果你有看我过去的质询，你可以理解到，我们真的是非常忧心，也非常希望台湾的 AI 要加速。我都帮台德讲话，我都帮台湾 LLM 讲话。我们认为这些平台、这些技术的训练、应用，还有跨部会资料的开源，是我上任以来持续高度关注的议题哈。我想提醒一下主委哈，我们有许多部会都有跟 AI 相关的政策，您是政委，所以我跟您说一下，行政院有国家 AI 推动小组，台湾有 AI 行动计划 2.0， 要走到 3.0 了。行政院所属机关有使用生成式 AI 的参考指引，数发部有 AI 产品系统评测生参考指引，金管会也即将公告金融业运用 AI 的指引，教育部也即将研定 AI 教学指引，可能还有更多的单位哈，相关的单位还会陆续推出更多 AI 相关的指引，希望主委同时身为科技政委，能够更全面的了解各部会对于 AI 相关政策的内容，拜托，同整性的来思考资源的分配、政策的发展，我们能不能软硬兼施，而不要只偏重硬？我们可不可以棍子跟萝卜都要有，而不是只有棍子？尽量避免多头马车的状况，不要污名化 AI， 不要去这种闭锁我们的资源，让我们的学生在跟 AI 对话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对岸的用语，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努力的。最后，我还是非常期待在主委带领之下，台下也有我的老师啊，老师好啊。那我想呢，我们一起透过产官学研界的努力啦，共同塑造台湾成为全球半导体以及 AI 科技应用创新的领头羊。部长，主委，我们那个好球来一发。我们同意，那个委员的老师也同意。好，2颗好球，谢谢主席，谢谢主委，谢谢。